欢迎第一次来的教育部长郑英耀，欢迎部长。主持人思琪，还有我们观众朋友，大家好。部长从高雄来，我也是高雄人，我们刚刚已经聊得很开心了。但是呢，言归正传，我们今天要来谈谈，就是说，我们在约部长访问之后，结果没想到冒出好多跟教育相关的新闻出来，我就觉得哦，天助我也，时间正好。这2天发生蛮多这种类似的事件，譬如说有国小的校长在抖音上面喊"我爱你中国"等等的，或者是说桃园的学校他们在办活动的时候，小朋友竟然穿着解放军的衣服，然后呢行的这个敬礼的礼啊，也是中国小朋友的这些手势。那这些东西其实引起社会蛮多的讨论，就是说大家会担心年纪这么小，他们都是在学的，然后又是校长，所以这会不会对我们台湾的教育有一些影响？我搞不清楚说，我们是不是这个国家到底界限在哪边？我想确实是这个，身为一个国小的一个教育人员国小校长，他在学校的一个办学基本上应该要依照我们教育基本法，教育基本法的第2条里边很明文的规范到说，我们除了教育的目的在培养，当然许多的认知许多的这些动作技能，许多的这个知识以外，最终他要培养具有国家意识、兼具国际视野的现代化国民。所以，如果从这样的一个教育基本法基本的一个精神，身为一个教育人，他在办学里边应该要把这样的一个教育的一个目的，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价值要能够凸显。那我想台湾现在其实我们在人才培育里边，我们其实我认为那就是一个台湾在整个国家发展里边另外的一个所谓的叫做负面的拉扯的力量，也就是说负面的拉扯力量，我们的教育工作者，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国家的一个认知一个立场，如果都不够清楚，我们在国民教育这一个阶段的培养，事实上那是令人担忧的。那这譬如说，我刚刚举的这2个例子，他们都发生在桃园。那作为这个教育部长，作为教育部，你们会有什么样子的要求？就是说，那桃园市的教育局，你们应该去查查看，或者是说有没有什么限制，或者是处罚，或者是什么样子的方式，可以去约束说，好，你今天这样搞，那我要给你处罚，然后让其他所有的学校知道你不能这样搞。我想以目前的一个教育部跟地方，我们有一些规范，也就是说，当学校有一些违反法令规定，或者违反了一个教育的基本的许多的专业的规准，它是以校长来讲，它是要有一个就是校事的一个规范，要组成一个委员会，针对这样一个事情来做调查。我想，就像我们过去，譬如说有一些校园霸凌或者老师师生的一些冲突，它有一些校事的规范，相关的一些规范。我想，桃园市教育局它应该基于这样的一个规范里边了解这个校长他为什么长期有这样的一些言论。我想这个言论不管基于什么样的一个理由，我觉得这都是不适当的。那他们如果好，那我们就来组一个委员会来调查，那会不会说把调查报告也送到教育部备查一份？通常我们会看他的，等于说他的程序，如果当然校事规范，我们现在有一些校事人员的一些，通常他会包含这个校长的代表，然后以校长如果是当事人的话，那么当然我们希望这里边有组成社会公正人士，有来自于法律，有来自于心理各方这一个不同领域的这些代表性。那当然也有教育局的一些行政的一些代表。我们总是希望
民主法治的社会，它就是就事论事，依法论法。那有多少证据，他必须要因为他的行为，我刚才特别提到，不管他是基于这一个要帮太太这一个积点数，还是怎么样，我想一个担任到校长这一个 level 的，我相信他应该知道什么一些分际，不然就很难成为一个学校的一个经营者，去领导老师教导我们的下一代有更好的这一个知识观念，包括许多的这些生活基本的一些态度跟价值。部长，那这个状况哦，他这个永丰高中的校长，永丰高中学校校方是说我们就请旅行社来办活动这个都旅行社弄的跟我们没关。这种说法，作为教育部长能不能接受？持平而论，这个不要说我能不能接受，社会大众是没有办法接受这种论点。也就是说，我们知道，现在就家庭来讲，每一个小孩子都是家里的宝。父母亲再怎么辛苦，他所有的努力都希望他的小孩子未来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更美好的一个未来的发展。那我小孩子到学校里边，学校里边我们当然心存感谢，老师、校长很用心，基本上大部分都是认真，然后帮我们小孩子教好。那本来这样一个户外教育，有一些透过一些探索实作，这本来是一个我们108课纲一个很重要的价值。那我们今天在规划这样一个户外学习，透过一个体验的一个学习里边，能够让小孩子能够在山海之间，能够有更多的去认识这一个台湾也好，或者认识台湾的这一个生物的多样性。我相信这都是有价值。甚至譬如说，他们穿的迷彩装，如果我们再看一个全民国防，我们过去事实上在20几年前，我在把军训课那一个漆弹射击，把它转化寓教于乐的这样一个年轻人，其实还蛮喜欢的。但是我想，身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们今天许多的活动，当然要借助民间的力量，比如说旅行社帮忙安排行程，有一些活动的规划，但不要忘掉，所有的活动，这个户外的体验学习，都是基于教育上的价值，才发生的。它不是只是单纯的就是随性的穿着不知来源的这样一个衣服，然后就玩起来。我想每一样的，它都必须要具备有教育的活动的一个意义跟价值，这才是我们今天家长放心的把小孩交到我们学校，因为大家对学校的老师、校长、行政同仁，他是一个专业人员。对，专业人员在许多的一些活动的安排，他必须要。那当然偶尔难免会有疏漏。这个东西在我的看法没什么好讲的，我们就虚心检讨。也就是说，另外也凸显到说，我们在两岸的这样一个关系里边，我们过去确实那一种视读中国，我们对中国的理解事实上是相对缺乏的，甚至没有敌我意识。那不管基于什么样的一个原因来自于旅行社的便宜的一个形式，我觉得这学校都应该要记起这样一个教训，而且要悉心检讨，怎么样透过一些未来在这一个业者的一个遴选，或者许多包含我们现在很像之前户外的这样一个学习，我们连游览车都有规范的。对啊。所以许多的这些，譬如说像这样一个因为活动所产生的一些服装等等，那必须要还是身为教育工作者，我们还是要有一定程度的那一个叫做检视的一个机制。我觉得这是在人才培育里边，我也利用这个机会跟我们全国的教育工作者做这样的一个分享。我想我们责无旁贷，怎么样让学生有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情境的一个设计那我觉得那都是我们身为教育工作者应该要来
互相共勉的。部长，你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会不会我们的学生的敌我意识，就是学校里面的这些有点缺乏。那所以这一块看起来也是赖清德总统蛮在意的，因为譬如说赖清德总统前不久的这个国安会之后的记者会当中，他也特别讲到说，宗教文化、学术教育啊这些交流要去政治化、去风险化，也就是说，他对于国家安全这一块其实是极度重视的。那所以从教育的范围来看，要怎么办？我们要加课还是要做什么样子的方式方法，增加孩子们的敌我意识这一块吗？谢谢这个思琪的一个这一个提醒啊哈。我想事实上我们在108课纲里边，我们在3级教育里边我们事实上有一些来自于像公民、社会、历史、地理社会科类似这样一个科目，或者这一个综合活动的一些科目，我们对这一个在这一个中小学生怎么样去识读中国，然后怎么样国家的定位，然后透过全民国防，我们许多的课程，正式的课程跟非正式的课程里边，我们事实上在这一个区块，我们事实上是有在系统性的在课程上的安排。那我们过去来讲，我们大概譬如说在国家定位，我们从公民社会科的这些老师，或者国教辅导团，教育部也有一些中小学的学科辅导团，他们去发展许多的课程教材，然后全面的让更多的老师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这个领域教学上能够互相支持。譬如说在国家定位里边，我们公民科的老师他的所编的一些教材怎么样去分享到我们历史科，譬如说我们在谈这一个开罗宣言，事实上连丘吉尔都在国会里边已经公开宣称，他根本不是正式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约定也没有涉及到这一个中华民国的这些台湾的一些归属。但是我们过去的教材确实在许多的国际，从国际法、国际公约的一个角度来看，它事实上是不符合这样的一个国际。就是我小时候念的那一种。我其实也一样念，但是当我们有更多的这些的证据出现，我们就需要有一些更积极的一些改善。我想我们在4月16号，我们也会召集这一些因为我们教科书基本上还是鼓励民间来编撰嘛，虽然它有审查，由教育部这一个来给予审定它的出版，但如果有许多的历史上的许多的这些我们已经非常清楚的证据，包括2758的结语文，这些如果我们在教科书上没有与时俱进去做一些修改，我想我们不排斥这一个就是取消这一个出版社的这些他获得的这一个审定的资格。部长，那这样你说4月16号要召集，那不是又会不会预期有一场大战？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们要与时俱进，没错啊。那可是一定就会被抨击呀，一定会说意识形态啦，然后这个课审委员可能也会有意见，因为来，我要来找一张板。我还是讲民主法治的社会，就是我们有多少证据，讲多少话。我觉得那就是一个现代化公民该有的素养，这也是我们期待我们现代的国民，我们要有一些批判性的思考。就是说我们有多少证据，讲多少话。我们的许多的培养新时代的这些年轻人，我们也希望他以后能够为国家在发展承担更大的责任。他就是就事论事，人与人之间好朋友情谊是在的，但是是非还是得要分明。到底是个人的 opinion、个人的意见，还是它就是一个 fact， 就是一个事实？事实在那里是不容挑战，除非你有更新的证据。我想这就是现代化我们讲我们希望的这一个未来的公民、未来国民，我们其实都要彼此互相努力。慢慢的这个公民社会就是一个
就事论事，然后你有更强的证据，我改变态度。我懂你，部长，我懂你。可是现实的状况，譬如说，客审委员有比较极端的这些代表的话，我想客审委员以目前来讲，我其实不做一些揣测，因为民主社会的本来就是多样。可是教育不是应该比较走一个中间多数的吗？那譬如说用政党推荐，那就会出现一些感觉上比较极端的声音，也都包在这个里面的话，会不会对于这些教育的课程的内容有一些影响啊？我想，我们其实目前就法令相关规范，我们在教育部这一个所谓的课程审查委员会，许多的包含还有学生的代表，我们其实不同的一个立场，不同的一个思维，来自于我一直觉得台湾叫做 Formosa， 就是那一个美丽的之岛哈，有一个非常宝贵意思，就是它真的是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族群多样性，那当然有许多不同的人。人之所以可贵，就是因为它存在有许多的不同嘛。就像你我坐在这边，我们就有许多的不同。但是呢，怎么样透过我们所认可的一个机制，民主的这样一个机制，大家来辩嘛，来讨论嘛，那到最后它形成了共识。我觉得这一个某种程度也是一种价值。但是我要跟实习分享的就是说，这次在108课纲，主要我们在培养人才图像的未来想象，我们这边大概都是已经有定位的。那至于教科书的编撰是根据课纲，譬如说我们希望未来的人才，譬如说我们讲像以现在这一个科技素养 AI 跑得那么快，对，我们教育基本法事实上本来就已经有这一个资讯能力。那现在108课纲叫科技素养，都在那一个科技能力素养上的大框架。那所以我们老师在教材的内容的编撰，怎么样与时俱进？简单的来讲，过去我们在写这一个很简单的那一个电脑程式，在上那一个用 PE2， 现在我们已经。对，在那个就是属于洪荒时期的那个电脑。那我们老师怎么样能够与时俱进？包括现在 AI、ChatGPT 生成式的这些内容，变成教科书是同样在培养资讯素养。所以有一些我们家长会担心，这个108课纲。不是刚编好没几年，又要修改说，那我一上来就是特别对社会大众有这样的一个宣示，就是说108课纲某种程度就像宪法或者我们讲说圣经，课纲它是比较位阶高的，那这个不会是每天在改，因为我们对未来人才培育的图像，我们不会每天都在变，对。但是怎么样让这些，譬如说我们在谈，我们对未来的一个年轻世代，我们希望他能够自主学习，终身学习变成一种生活态度，所以我们在许多的大框架，他必须要有批判思考的能力，正如我刚才讲，有创意，能够有效的解决问题，也能够与人沟通合作，这都是我们对未来人才，不管他的生涯的发展。生活的品质，他有具备这些能力，他是绝对品质会比较好的。他解决能力相对好，他在工作在各方面人际的互动也都会有比较有品质。这些的图像没有改变，但是他要知识概念上怎么与时俱进，这个东西是我们在乎的。所以教科书呢，基本上是呼应我们课纲的那些重点。然后把它具体化，变成许多的知识概念，让我们的这些中小学生来学习。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对，所以我要打岔，主持人就是说，这个部分是属于我们要跟这一个出版商，还有教科书的审查委员，跟一些这个学者专家，就这一个，他是在这个
课纲审查委员会下面的一个另外的一个学科教科书的发展，所以大概所以我知道委员刚才所担心说，有时候我们因为不同的镇长的代表，对，那会不会影响？我想这一个部分是不会的，不会嘛？可是因为他们的声量很大，譬如说这个欧桂芝老师，他只要讲一些话，哇，噼里啪啦，大家就开始这个新闻量很大，然后呢，在野党就群起攻之，那对你们来说不会有压力吗？说哇。意识形态的确是两极化，然后感觉上你们就会变成一个挨骂的对象。没有，我想智者不惑啦，就中学生来讲，不会因为一篇廉耻的教材没有上就不知道廉耻。我想台湾一直在进步，我相信那是因为来自于大多数的老师、办学者都很认真。譬如说，我们很清楚，台湾这些年来，还记得在2000年阿扁担任总统，当时这个阅读运动是因为90年代的台湾的第一次参加披萨的一个国际评比，我们阅读是好几十名后面，大家吓坏了。我们现在这个很厉害耶。我们现在去年公布的，你看我们的披萨是什么？数学全世界第3，科学全世界第4。连阅读是全世界第5，也就是说我们都是在前端。对，有时候我金字塔尖那一块。有时候我在开玩笑说，我们私底下在开玩笑说，持平论，川普有时候会生气，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大家都教育的经费投注很多，台湾一直在往上进步，但是看起来美国在学生的国际评比，它确实一直没有上来，所以如果这样，那要回到各州，这当然我们可以理解。就一个美国的一个总统，他看到，这个国家的教育主要许多的资源，如果你联邦没有办法去真正发挥更大的一个效益，那也许回到地方，这当然是一种思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湾这些年来，我们数学科学一直维持到一定的国际的亮点，领先的族群，连我们的阅读，也就是说我们这20年来的一些阅读运动，我们真的产生了效益。我们的新时代的年轻家长，我们现在的新时代的年轻人，他们对阅读这一个区块里边开始包含老师怎么样透过真人专业的去指导我们的下一代的小孩子。你看他这个15岁披萨是15岁的小孩子嘛，大概就是我们国3跟这一个高1嘛，我们的表现不遑多让。是啊，我们的披萨成绩都很棒。TIMSS 是调查4年级、4年级、8年级，我们的科学跟数学只有一个高中的科学是排第3，其他都是全世界第2名。也就是说，我们事实上不遑多让那所以，我其实有时候我不担心，民主法治的民主的社会就是有多元的声音，但是我其实对台湾一定程度我是有信心。我们在看到，当然老师有他的许多的一些特别的浪漫的情怀的一些想法，那我想那个声量是不是真的声量，还是负面的声量？这我想我们还是就是说往好的我是乐观的，台湾的教育在未来它是会越来越好的。那譬如说你在立法院在面对立委的这些质询的时候，翁小玲委员他就很喜欢争辩说中华民国的固有疆域是一个秋海棠，然后他就很坚持，对，所以我们还是秋海棠。那面对这种你会有什么与时俱进的话想要对翁委员讲？其实持平论当然他有他代表的一些可能特定的一些族群的一些对国家的想象那我想这样的一个我只能举一个例子，在我记得我在大概那也是20几年前
我有一次来台北参加一个这一个等于研习的一个活动，那刚好在福华公教会馆就在那边住一晚，然后就在那边用早餐。那刚好那一天的早餐有几个好朋友，就同一桌。那包含这一个当那时候的公训中心的一个主任。那一个时间刚好蒙古共和国也有教育人员来到台湾交流，在台湾研习。然后我其实感受很深刻，就是说我们这一位这一个朋友，这一位公务人员，他告诉他感觉好像有一点就要吃人家豆腐，或者开玩笑说：“你们蒙古是我们中华民国的一个固有疆域，固有疆域这个特别这个行政区嘛，哈。你知道那一个澎湖的代表，那一个团员怎么说？我们在联合国都有一席之地。蒙古的那个这样说，你中华民国在哪里？哇塞，被洗脸洗得好猛哦！就是说我们，这也就是我讲说，台湾今天我们就是我们在讲说中华民国在台湾，你1938年来到这里，那我们怎么样重新思考我们自己的国家的定位？因为整个中国大陆过去的传统历史里边的秋海棠已经不是嘛，它已经变成这一个老母鸡。连这个蒙古已经切出去了嘛？所以这也就我讲，如果我们中小学老师在历史地理这个部分没有真正呼应我们现实的状态这一个一边一国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事实上他没有实质统治过台湾嘛。我们人民也没有缴任何1毛钱的税金给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我们的教科书怎么样以实进？包含我们身为社会科的老师，我其实有时候我都自己在想，如果你在课堂上还告诉学生说，那一个中华民国的这个国土疆域是叫做那一个秋海棠，你认为在当下那个台下的那些中小学生，他应该会发疯。没有，我看可能这些学生会说不定哪一天说老师换我来教你那我觉得那就糗大了就说我们身为一个教育的专业工作者，我们必须要很清楚去理解我们中华民国在台湾，我们现在的主权，我们的所谓的领土，那你当然要谈历史，这个从过去的所谓的，你说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你要去用那一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哇，那就扯远了。事实上，每一个都是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领域里边，你硬是把它当做一个叫大中华民族，那我看这个全世界都扯不清了。等一下，全世界都是非洲人。等一下，英国还会说美国是我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类似这样的一个东西，我想，我们还是就说就事论事。我觉得在整个时间的一个纵轴来看，那我们怎么样去与时俱进，然后去真正理解，给我们下一代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国家认同。那你跟翁委员会不会很难沟通？持平而论，他过去当然不是在教育委员会那他也虽然偶尔也会来关心，倒是比较没有太多的一些接触。那也许都是来自于大学嘛，这一个他也是清大的教授嘛，那我来自于中山大学嘛，那我想许多的专业不同，但是一定程度的一些尊重，这个部分我想是有的啦。那譬如说他也会办，因为他在清大嘛，他在清大开课通识课程，然后就去上海开课啦，带团去。那像这样子的交流，你会不会作为教育部，会不会有一些提醒，就是说，
麻烦像这样子两岸交流教育的课程当中，是不是有一些要注意的事项？其实确实我们也有一些来自于这一个社会大众也有一些这一个我不晓得不叫做投诉，就是说清大有一些来自于社会大众民间有许多的资源，来自于校友或者一些社会的对高等教育人才培育上，它是支持的。清大的品牌也很好。对啊，所以他这一门课是有一些人有捐赠，因为捐赠的目的就希望说学生不是只有在教室上课，能够去关心，譬如说，就像刚才讲的说，我们山林教育，那怎么样认识台湾？我们现在也鼓励大学不能像过去老师只是做研究，我们早期在相对我年轻的时候，大学被形容为象牙塔。不食民间疾苦，不知民间疾苦，不食人间烟火。所以，我们现在教育部也透过高教深耕，在鼓励大学做许多的大学的社会责任。怎么样把这些大学的教授他们的专业结合学生的热情、创意，能够去对社区许多的社区的这些能够恢复过去的。这一个繁荣的这些面貌，或者那个产业带来产业，或者喜欢观光的价值，就是说社区再造有这样的一个重新赋予老旧社区的一个价值，或者台湾其实有很多的传说故事，譬如说我在过去接触原住民的这个，我就想到像卢凯族就有那个巴冷公主。的这个神话传说，我第一次听到都觉得那是非常美，然后也看到来自于原住民许多的民俗民风。可是这个不是人家跑到上海去，然后那我在想，就是说，当然有人就是有这一个投诉，那我们也了解了说，如果以现在两岸的关系，因为确实我们现在有一些互动是并不是那么顺畅的我想前一阵子连我们的这一个国民党的副总召的随团都有这个团员就不见弹大概就是说好像就被留置了留置那就是说许多的不确定性。那我也非常感谢清大在这个部分，他们老师在共同开这一门课，他们在走读台湾这一个部分就。等于中国大陆这一个部分呢，就暂停课程，就回到试读台湾、走读台湾，让年轻人能够更清楚的了解到台湾的许多的这个人文采风。就像我刚才讲的说，台湾来自于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族群多样性，每一个寺庙、每一个族群、每一个建築物都充满许多不同时代空间上的一些这个。反映一种生活的价值，或者那一种对一些价值的想象我觉得那是非常美的东西。那所以他们这种今年就不会再办了，因为通常像这样子的行程，如果带队的人比较有两岸和平统一是终极目标的这样的思想的，会不会也会影响到这种团学生去那边交流交流完之后对，我们两岸一家亲，我们两边是同一国。我想以现在来看，持平论要我说两岸一家亲这种话，我是没有办法讲出来的。可是这种团，譬如说大九学堂这种团我只能讲说，我们希望就地方县市教育局许多的教育文化的交流，能够还是以欧美先进国家为主，以日本、东北亚这些，就是说，我想。我们应该，我们教育在人才培育就法夫上嘛，对，我们要看见贤思齐对，我的名字随时都要思齐就说我们还是以先进国家，对吧？以先进国家欧美的文化也非常的美，对吧？欧洲，美国它有许多的科技，许多的现代文明，然后欧洲呢文化的丰富性，所以。我们是不是在国际的视野里边能够优先以懂
不要眼中只有一个中国。持平论，我在20几年前借调高雄市教育局当局长的时候，我当时也就跟中小学的校长做这样的分享。我们要做交流，我全力支持。公费公假这一个以欧美为主，但是你寒暑假要到中国大陆去交流，虽然他们提供很好的落地招待的这样的，可是那就是你自己请假就休假去，我没有办法去给你公假。我觉得那一个，就是说我们对许多价值的一个定位要非常清楚，特别在身为一个教育人，懂啊。那我也期待说，我们未来的中小学啊，因为当然我们很清楚，教育部当然国教署还有部分的这些国立高中职是归国教署所管辖，但大部分的中小学本来从地方自治法，它就是地方的一个权限，所以我也利用这个机会，要拜托我们各县市的教育局处长。也能够多鼓励我们中小学的校长、老师们在交流，能够以欧美先进国家、东北亚这种的，东北亚的那当然新加坡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就类似这样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国家，我想以两岸中国大陆现在的这个，我是建议我们这个交流能够避免就避免。了解，他们现在中国的学生能来台湾呢，还不行。目前学位生就没有了当然交流，我在之前我也对在大学校长会议里边，我也公开宣布嘛，就是说本来人才培育给一个健康永续的一个交流，对这是好的，对啊。但是统战部的这3所学校，它的学位我就不予承认。那另外像军事学校国防妻子的这些属于军方这一个，对，虽然他们在科技也持平论也有他们的一定的亮点都不错的学校，但是避免一些，我还是想回复到一个健康能够永续的这些的交流互动，所以其他的学校我们并没有。就大学来讲，还是有一些交流，还是有一些交流。但是他们没有放学生过来。以目前来讲，我们现在学位生两岸目前大概就是等于就是现有的大概读到毕业，那有一些他要留下来继续申请我们硕士班或者博士班，这个大概还是少数。了解，就是其实水龙头开关，他们自己在那边锁住来。持平论，我当时对赖总统我是有一点讶异，也非常敬佩，因为他在就职的时候也希望能够加强这个交流嘛。对。那我们教育部事实上也很快做一些作业，那希望能够跟对口，等于说等于对岸的这些这个。等于说两岸的这些学生的一个交流，跟这一个学位生的但是一直没有办法联络上，一直没有。对嘛？所以那后来看起来，他们两岸他们的这一个许多的这些飞机军舰，没错，越来越对台湾有，我想适度的调整这一个施政的这一些态度，我觉得那是必要的。了解，好，那最近呢，这个因为铨叙部啦、人事处啦，就发函说，大学教授呢，还有这些所有的公务人员，你们要具解是不是有中国身份证这个问题？那教育部就是要管这些学校嘛，那这些校长啦、教授啦，有人说我就不爽填，这个也没办法，他不爽填就可以不用填。其实当然有时候，因为我常讲，有时候我们为了少数的一些违反规定或者踩红线的人，我们怎么样去看待？我们就说我们其實我们要处罚他。就这些假设，因为你的心没有在台湾，对，你的 identity 是对 PRC 嘛，对，你 identity 不是台湾，不是中华民国，那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也鼓励他到
中国去生活去就业，啊，这当然是一种方式嘛。对。但是至少，你如果违反规定，假设你没有，你还保有那个，那你就离开这个工作场域嘛。特别在等于说我们定义的公教人员对这一个场域下，啊，那当然这是一个，我想他们应该知所进退啊，因为确实。那可是他不填，他就隐匿，我就没有要告诉你。那我觉得隐匿的话，有法令上的规范，该怎么办？啊，可是你不会发现啊。我只能讲，比如说有时候我不晓得这种想法是不是比较阿 Q 了哈。比如说红绿灯其实还蛮多的啊，偶尔3更半夜或者光天化日还是有人闯红灯，没有被警察抓到，那算他运气好了。但是我觉得大学里边可以去做什么？因为他每一年事实上新聘教师，以我们现在就老师来讲，教师法里边事实上明文规定，新聘教师第1年1聘，第2年1聘，第3年开始才2年1聘。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从这个聘书的聘约里边，不要真的有时候在行政上减少那些守法的人一些无谓的一些困扰，从聘书里边就直接定，你别就筛过一次了。我确定，比如说我没有比如我未曾拥有，或者就是说把它。那这个把它列清楚嘛，就可以直接。对我们其实现在建议学校是可以从这一个角度，比如说每年有的寒暑假，老师以大学为例，老师在这个校长在送聘书给老师的时候，是把这一条就直接规范上去，消极的行为你不得拥有这样的行为，老师也不需要，他只要把聘书丢回来，就是确保你这个权利义务上你已经很清楚了，所以这就是我也利用这个机会跟我们大学的这个学校的行政分享啊。如果从我来讲，我就不需要这样子做，不需要去让，因为譬如说以台大有3000多个教授，你叫3000多个教授，你何不？因为可能有的说不定只有1、2个，说不定都没有。对，那我会觉得我们就直接聘书。那以像我过去服务的中山大学有600多位的大概有这个所谓的这个专任跟约聘的老师，大概有600多位。如果我继续当校长，我就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因为让他们这从聘书就直接等于拒绝的效果了嘛，就已经证明说我并没有拥有。就是说行政上我们怎么样去尽量减少一些守法的人他的无谓的困扰，不要加重。对于那些违法的，我在这边，如果你切结是不切实的，那该怎么办？依法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想这个也利用这个机会跟我们大学的校务治理的人做一些分享。好的，所有大学的这个人都听好了哈，部长有建议这个好方法，发聘书的时候直接写，好不好？那这是教育不要欺骗，诚实最高指导原则。另外有一个教育部的施政重点就是去除校园的威权。我跟你讲这件事情呢，从我没有从小时候就是。每一年都会谈这些事情，那可是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是很多校园里面有这种铜像啦，还是有那种威权的象征。那我看到教育部有一个做法，就是说，好，那我就来奖励你们有，对不对？我补助你拆掉。那这个效果怎么样？持平论当然，在对学校教育，我们观察到，它确实还有一些，就是说。还有一些继续努力的空间，因为我们其实从这个铜像的移除，它只是一个其中之一。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在转型正义，它可以办活动这一个所谓的包括许多的公共空间，我们怎么样去那一个，让它能够回复到社会正义，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些这一个校园民主的一个。这一个环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建制啊。那包含从课程，包含学生的辩论，包含学生的社团活动，包括这些。还有楼，什么中正楼改名，然后还有铜像的剔除，我们大概就是朝鼓励的，就是说，因为台湾走向这一个转型正义，大家也都非常清楚，我们希望勾勒的未来的这种生活跟我们居住的环境是越来越自由、越来越民主。我们当然不希望这样一个过去的这种悲惨的历史记忆不要再，当然不。绝对不能再发生嘛。那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一些教育的意涵，所以我们用这个经费来鼓励除了铜像，除了一些特别威权的象征以外，我们事实上还是鼓励课程，鼓励一些学校许多的演讲、研习，大概是比较广泛的。那在野党会不会骂？你们会不会有压力？目前也跟我觉得，其实在野党当然他有许多他们的。价值的信仰，但是就这一个来看，我目前倒也没有特别就说有一些不同的，因为我相信，不管哪一个政党，尽管有竞争，事实上为台湾这块土地，我相信合作是更多的。那大家都希望他能够继续保有他的言论自由，他的人权被尊重。对吧？他个人的许多的权益不被侵犯，我想这些价值都是一。可是因为转型正义这个工程在野党其实批评的还蛮大力的。至少我们教育部跟地方，当然学校地方，因为有许多中小学，我们必须要承认它还是属于地方的权限嘛，所以教育部大概就是从一个鼓励、督导、督促的这样一个角色。希望能够，我觉得应该要更努力一点。我的意思是说，因为譬如说，我看到德国的转型正义，我每次都要讲这个例子，就是说我看到德国的转型正义的时候，我都会感动，就觉得人家国家可以做到这样，台湾还差了一大步。是，我也分享在中山的例子因为我其实在中山大学39年。好久哦，39年。那每一年，反正在228的前夕，大概蒋介石铜像都会被撒油漆，被有的没有的。那我们就透过了我担任校长我们协会处就透过审议式民主，我们有不同立场的这些学者的演讲辩论，学生也辩论，然后有审议式的民主，然后有民调，到最后。大家来决定，就把它移开，所以我们就顺利移开了。可是我们不能叫别的学校也这么干吗？我想教育的场域基本上是一个，就我觉得我们怎么样透过许多的活动，这个价值，这一个它是威权，或者它是一个加害者的一个，我们怎么样从学习里边去产生价值意义，然后能够把它移除掉，我觉得那是一个最理想的。那当然，我某种程度，如果从法令上，我们就一声令下限制拆除，那失去了教育的意义。这对我来讲，就是说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有一个事缓则圆，但是这个缓还真的不期待太久。就是说没有一个时间限制，我都觉得能拖就拖。我会期待说，我们教育人员真正要，如果我们在这个位置，我们身为一个老师，身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们跟这一个学生，我们在传递许多的价值观念，包括自由、人权，等等的这些的价值，某种程度，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实践。假设我们有那一个机会，必须要去以身来示法，这个展示那一个，就说那一个价值。我觉得教育人员其实在这个部分以身作则，以身作则是一个展示那个价值。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但是那个时间可能就会比较长一点啦。好，没有关系，我们来不要那么沉重，我们来谈一些比较周遭的问题。班喝鲜奶这件事情一直在吵，小朋友喝鲜奶，然后中央本来有，后来又没有，然后台北市蒋万安就说我要给你们喝鲜奶。
那这件事情，教育部有任何的角色或者是意见吗？持平论我还是这个，就是说我对民主的信仰就是说，它是一个政党政治，然后但它一定有这个至少2党以上，好，那这样一个政党政治的一个竞争合作，必然会带来人民更大的福祉，所以这一个我进来以后，我去年520以后，我才知道，事实上这一个鲜奶。在前年，农业部就在规划，对，是基于马政府的时候，就在10年前跟这个跟纽西兰签了这一个这个贸易协定，等于说我们这个免税进口这个液态乳，那当然农业部做了一些鼓励，做了一些规划。那520以后，当然行政院这里边也看到，就是说。因为今年的1月1号开始，纽西兰就会进口，这一个液态乳进来。那从农业部他怎么样去关照这一个台湾的糯农、小农，能够在整个不会受到这样的一个这个纽西兰牛奶进口的一些冲击。所以当然，我觉得这一个为政者本来就是阿辉伯在讲。我其实蛮喜欢李登辉李前总统那“民之所欲，常在我心”。他看到了许多来自于对台湾的糯农怎么样去关照，所以当然提了一些想法。那这一个行政院也觉得这个很好左院长也觉得我们怎么样去让小朋友有更好的一些健康的这个支持，然后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身心的发展。协同能够补充。这个钙质，这对他的健康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就这个政策进去呢，我们在事前调查发现，台湾其实在中央还没有决定要这个支持协同喝鲜奶、班有鲜奶这，已经有14个县市的县市地方首长已经透过教育局处。提供给学生，一个是有的结合在营养午餐里边，就有一罐鲜奶；有的是利用10点课间那20分钟提供鲜奶。那我们觉得这很好，地方已经做了，这本来应该支持，给鼓励嘛。那中央想要来分摊，等于说支持地方，等于说中央跟地方，我说不管哪一个政党。这本来就是合作的，很多的这是可以合作，福国利民，能够创造更大的一个效益嘛。你看台湾22个县市，已经有14个县市，好，所以当然教育部也乐观其成这个对协同的照顾嘛。我其实比较好奇的是，当农业部跟教育部在携手合作。跨部会在携手合作，对协同想要这一个做更大的一些支持，事实上也认可。对，已经有14个县市在做嘛。对，14个县市里边在这个政策下去之前，我们没有听到有冷链保鲜的问题，也没有听到这个偏乡送不到的问题，也没有听到小学老师会增加额外负担工作的问题。这些声音事实上都没有。我其实比较好奇的是，当中央要做的时候，冒出来了，忽然这些问题都出来了。你觉得这是认知作战吗？我其实不愿意揣测，但是这对我来自一个大学的老师出入到这个公部门，持平论让我眼界大开。那我要这么讲，就是说，当农业部跟教育部在跨部会的合作的时候，我们当然希望能够有全面的关照嘛，所以有一个共同采购的企业跟厂商嘛。事实上，如果我没记错，我10月7号在为教文委员会做专案报告的时候，10月4号，事实上全国有下单，共同企业下单才只有8个县市。我其实比较遗憾的是，在这14个县市里面，为什么减为8个？没有，就是我不晓得
那当然有一些我必须要可能我们做的不够好啊，但是我要谈的是说，不管有没有下单，在这个14个县市没有后来所说的这些问题嘛？对啊。好，然后真正等于说跨部会要协助地方给一些更大的支持的时候，结果这时候只有8个县市去下这个共同契约的订单。我比较遗憾的是，那14个你们14个县市里边，事实上台北市当时是没有的，就喝鲜奶，台北市是没有的。下标单这一个台北市也没有，结果等到然后现在就卓院长看到，就是说各地方本来14个县市也做得很好嘛，很顺畅嘛，他们经费上也没问题嘛。然后其他所以既然各个县市都有他自己的一个想法，其实卓院长也是很慈悲的，我们就尊重，还是让地方既然国民教育嘛，国小学童的照顾，让地方去做，他们有各式的，包含小农，在地的小农也可以关照到，这不是坏事，所以才这一个政策说，那我们就这一学期，既然那么多的问题，我们就回到让地方嘛。对，所以我其实是在想说，中央跟地方事实上是可以合作的，本来这些的资源都是来自于纳税人所缴的税收嘛，我们怎么样对我们下一代有更好的关照？我想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健康的合作。部长，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这件事情就是单纯的被冲康了？就是学童喝鲜奶的权利，结果被大人用政治操作的对抗而牺牲。持平而论，我是不愿意做这样的一个揣测啦。但你有这种感受啊？被冲康。但是我确实会觉得说，14个县市，所以我一直跟我们国教署的彭署长讲说，你们委屈了，因为当时你们的调查14个县市，我进来520进来到这一个暑假过后，我没有听到14个县市有任何他们在喝鲜奶有任何的问题。对啊。可是怎么？所以我也一股热情的，就是一直想说，那我们来协助来，就由这一个中央等于说农委会，农业部它有它的这一个基金可以来买单嘛，那我觉得这很好。那怎么问题又突然间然后现在还要挨骂，我忽然搞到灰头土脸，觉得好像有一点就是说不是我的义气，不是我的义气，确实。哇，结果。还要被人家骂说别让孩子失望，一副就是搞得孩子失望的是你们以及农业部，哇，这个亏吃大了。所以这一个我必须要讲，就这一个来讲，农业部当然在整个这一个就是说起心动念是好的，对啊，也许我们跨部会还有许多行政上施力不周的，其实地方也可以把他们的成功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来修正。但是看起来。地方也有许多他们的想法，我们就尊重，大概是这样。部长人真的很客气，地方不领情，算了，不要喝。好啦，最后一题啦。刚刚那个故事，其实我觉得部长应该写一篇作文，也就是今年考国中的作文，叫做《那一天我流下了眼泪》。刚刚那个牛奶的故事很适合这一题，然后。新闻媒体都在笑说，有一半的爸妈被小朋友刺死。你看到这个，你有没有笑出来？我其实比较我一直在看台湾的教育，过去确实比较强调个人的竞争。我进来，我希望台湾的教育，我们已经不是那一种个人竞争的时代。台湾的经济在发展，对台湾的民主我们更自由，在这样一个呼吸自由民主的空气。我们怎么样让我们新时代年轻人，特别在21世纪，透过团队的合作，我觉得那是我们在人才培育里边，从小学，我想，虽然我们不同世代，你比我年轻多了，可是我的印象还很深刻，小学要读1年级，同一个巷子的所有的左邻右舍，读同一班或者同一个学区嘛，对，那上课的第一天或者第一个礼拜，父母亲就会说：“阿夭啊，你不能
输给那个王石奇，好，比如说这样的，然后隔壁的就说你不能输给阿妖啊，然后你的爸爸妈妈就说不能输给谁啊？我觉得我们从小都在竞争，我们的许多的奖励机制也都在成就个人。我其实比较期待是台湾走过那一个成就个人，我们未来面对世界上的挑战，我们怎么样更有自信的？其实就像 COVID-19，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那一个起手式在那就台湾国家队。懂。就是说怎么样透过我们打的是国际杯，对，我们打了国际杯，我们不是已经是 local， 我们要组团队，我们要立足台湾，放眼的是世界，不是在台湾赢就好。所以我觉得这一个东西，我们为什么哭？是喜极而泣，一群人抱在一起，喜极而泣。啊，当然偶尔失败、冒险、挑战失败，也是一群人相拥打气而掉眼泪。啊，我想我们怎么样去创造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我简单来讲，我在看日本，他们30人31脚，这就是一个团队，对吧？对，赢了跑到终点赢了，30个人一起喜极而泣，输了30个人一起抱着这个伤心落泪啊。比如说类似这样一个在教育人才培育的一个平台上。我相信校园会更友善、更和谐，彼此情感是有依附的。那我相信，也许那个霸凌的事件也会相对的减少。我懂部长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在部长的教育观里面，比较是大的眼界，比较是那种开阔一点的格局，不只是限于人跟人之间的你第一名，我第二名，而是。整体的国家的概念出去国际上面打，就好像12强的棒球一样，赢了之后，哇，全台湾凝聚在一起。你看那个喜悦，那个一起喜悦的哭是不是？好，今天非常感谢教育部长来到我们的现场，下次再来哦。哇，我觉得部长的这个教育理念真的很值得不断访问、不断讲给大家听。谢谢部长，拜拜。谢谢，拜拜。